他说，摄影不光是手艺，更是心意。他的镜头下记录着无数历史时刻以及每一个普通人的动人瞬间。Bonjour everyone， 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哦，加油了！今天所讲的利用前景你会了吗？看看我的前景。魁省呢的法律和加拿大其他地方还真的很不同，因为魁省的法律是延续法国那一块的政府过来的，我们叫民法啊，跟中国的很类似，法语叫 Code Civil， 就一条一条一条非常具体的写出来的。加拿大的其他省份呢，我们就叫 Common Law， 大陆法，它很多是援引的，用经验法，就案例法来做的。那以魁省为例，当魁省居民去世的时候，首先来讲，根据民法规定，他的财产是完全先冻结，frozen 一下，因为这是我刚来加拿大在银行上班时候就碰到的事情。如果我们银行的客户，我当时做投资的嘛，如果是家里人通知，这个人去世了，我们系统里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把他的账号全部封存，就打上 frozen。就不能往外拿了啊，就他股票也好，就那个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会问家里人说，这个去世的人有没有写过遗嘱啊？或者他们香港人讲的更文雅一点叫平安书啊。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。遗嘱，我们尤其中国人听的稍微有点。平安书挺好啊，倡导起来。这一说什么遗嘱啊、遗书，总是有点哎呦干嘛呢？就是平安书啊，我们就讲平安书比较好听一点，就问他们家里有没有平安书。有的话呢就很简单。他只要拿过来，如果是律师、公证师写的，那就最好了。对，直接过来，咱们按照他的平安书，比如说他这个人走了之后，分给谁，每个人百分比都有。那我们对来说，我们工作也很简单，把他资产一分就好了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可能1-2星期就搞定这件事情了。如果他跟我说，这个人没有平安书，人已经去世了，那就比较麻烦了。我们一般都用6个字来概括啊：费时、费钱、费力。为什么叫费时呢？因为他的民法规定，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，暂时又没有平安书，他只能叫暂时没有，对吧？因为比如说，他人走了，反正家里我现在没看到他有一些平安书，或者他没有跟工程师什么写过，但万一你1个月之后，抽屉里找到一份，他写过一份，所以说他只能说自己写的也行，也有法律效力，但是有可能要做一个认证啊什么的都有，就是先。一个人去世之后，他只能说暂时没有平安纸，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，他肯定要等6个月，这是法律规定的，就等待期，因为你6个月之内可能发现一份呢，但是另一份是吧？对，一发现另一份就麻烦了，所以说你个人写的话，你还必须写上日期和时间，你几年月日时分秒都得写上，因为你今天写了一份之后，明天我又写了一份，你只要明天写一份，第一份就作废了。平安书永远是以最新的一份为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写了5份的话，又没写日期，没写这个都好了，5份全麻烦，而且里边内容有冲突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这就变成无效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呢，我们都建议，如果你要写平安书的话呢，直接找合适，不是找公证师去写，就跟你房屋过户啊、什么买卖过户一样，公证师写的话是最有法律效率的，也稳妥，因为没有人可以 challenge 的。就算你今天找这个工程师写了，明天又找另外一个，他们有中央系统的，他写完之后那份自动就失效了。所以说它都是系统里自己，但你自己写的话就没人帮你做这个事情了。对，而且你就算你自己写的话呢，你也会被人 challenge，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啊、看电影也好，就是真的是大家族的话，你说这个财产就是分配不公的话，你说找到一份的话，有人不同意啊。这份到时候你自己伪造的鉴定笔记，鉴定干嘛？就是有这种事情会出来，对吧？你找工程师的话是没有后遗症的，也没有什么后续的法律费用。虽然你找工程师写的话本身已经付费了，但是你没有后续的法律费用，因为你自己写一份的话，你造成家庭纠纷的话，你打官司不是费用更高？没错，对，没错。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，我们一般都建议，如果要写的话，就找工程师写，这是最简单的。
因为呢，就是你不写的话就费时，你得等6个月，6个月之内你看钱还不能动呢，对，钱还不能动，只能在那边就叫 frozen 就冻结着，6个月之后法庭就认定这个人确实没有写过平安书，但万一6个月之后又找到的话另说啊，反正6个月你得等着好，然后再费时，然后费钱，为什么费钱啊？你一旦要通过法庭帮你去分配的时候啊，他不会白做的呀。那政府做事不是也要收钱吗？是的，所以他认证费啊，这种分配费他还是要收钱，一般是根据你的财产的百分比收的，1%到1.5%。如果你是个大笔钱的话，也不少呢，对吧？所以政府本身他也不需要帮你来分配，你最好是有遗嘱自己去做了。你一定要我介入的话呢，我当然也得收费了，因为他的人力物力也在，所以说费时费钱费力。都是这些，而且你可能要更多的精力时间去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最简单来讲的话，我们建议每一个在亏损的居民都去做一份平安书。很多人会觉得，哎呀，我还很年轻，要做吗？或者是怎么样？就是一般来讲，只要你有孩子了，有些资产的话，觉得还是做比较好。其实就跟你买保险一样。对，你说买保险的话，对，你买保险的话，你说我很年轻，我30岁要买保险吗？当然要买，而且30岁买还合算呢。你说你80岁买没意思了，对吧？不是说你买保险就希望你出事，而且保险公司希望你不要出事，你最好别出事。你做平安书也是一样，你做平安书的话，不是说你做平安书第2天要干嘛，对吧？只是说万一有干嘛，就跟其实也是一样，就是一个有备无患的东西。那你说要不要买灭火器？你说着火才用得着，你那5年不着火呢？那你有了就好啊，对吧？因为没人知道什么会着火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风险这东西就是一个防患于未然。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风险，今天都不知道明天的事儿，对吧？我怎么就是我万一有事儿的话，有计划和没计划就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就建议就是要有这个，因为你的资产会受到损失，你被封存之后，你可能钱都拿不出来了，所以有时候他们开玩笑就说，在魁省啊，你去银行开户的时候，他一般都不建议你开个夫妻联名账号，因为你在其他省没问题。其他省的话，夫妻联名账号，老公不在了，自动给老婆；老婆不在，自动给老公。魁省不是的，在魁省夫妻联名账号一方不在的话，这个账号一样被封存、被冻结，然后还是要看平安书。你没有联名账号，你如果没有平安书的话，另一方你说我还在呢，只是他不在了，那一样你拿不了钱，这个账号就被冻结了。但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你可能被冻结半年呢。几个月，但是很多人会觉得，政府会不会没收你的资产？政府不没收你的资产，政府会帮你很公正公平的去分，按照他的法律来分，但是就不一定按照你的意愿来分了，对吧？一般来讲的话，一般就是有配偶有子女的情况下，都是配偶拿1/3，子女拿2/3，是这么来分的。就是说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，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，对，所以呢，以这种来讲的话，如果你说，我想要给谁多一点，给谁少一点的话，那你就自己写，因为政府不会来考虑你啊，你要给他多一点，给谁，他完全公正，所以政府倒不会说不公正，他是完全按照法律公正公平的来分配的。你想要有些上下偏颇的话，你就自己写。你说，我不想把每个人都一样，我这个想给多点，那给少点的话，完全得自己写。而且呢，找公证师写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确保他每一个条款都是合法的。因为你自己写的话，有可能说有开玩笑说你不一定合法呀，写东西，可能和你写的那个东西和法律是相违背的。比如说像那个，假如说夫妻2个，假如说他出去玩了，发生意外了，然后但是孩子呢，没有问题，那最后呢，就说也没有遗嘱。那这个时候这个钱会分给这个孩子吗？这个问题非常好。其实呢，就要看这个孩子到没到18岁。如果夫妻双方都不在了，孩子又未满18岁的话，有遗嘱不遗嘱的话也会很麻烦，因为你遗嘱里边你如果当你写平安书的时候，他会问你一个很明确的问题，比如说我说，如果我不在，我名下资产全部给我太太，我太太不在，全部给我，他会问你一条。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的话，你们俩都不在了，怎么办？给谁啊？你说给孩子，但是他会问你孩子是否已到年满18岁？如果当时还未满18岁的话，你得指定一个监护人呢。还有监护人，谁作为孩子的监护人？这法律规定的。你说，我监护人还不在中国呢，比如说，尤其是我们新移民，对吧？亲戚朋友都在国内啊。监护人这块是不是又涉及到没错托管什么？监护人你也得写清楚，就是说你的资产、你的遗产，监护人是
帮你照顾孩子是收费的还是不收费的？是完全免费帮你做这些事情，义务帮你做的，还是说你得给他1年的报酬？你写清楚，你说，哎，他1年我给他3万块钱，他照顾我孩子，所以说他的钱里面他每年可以取3万。或怎么样，就是说，或者说孩子的教育基金啊，或者就是谁给这个托管人3万块钱？就是你遗嘱里写好，你可以，你就是说指定一个第三方，对，你指定一个第三方或者家庭委员会，你如果要政府做的话，那就更多钱，对吧？就是说你一般都是家庭委员会，就是说我指定这个人，做我孩子的结婚，但一般肯定也是你亲戚了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亲戚是收费的还是不收费的？而且公证师也会提醒你，你这个亲戚是否知道这件事情？他同意了吗？你不能说我叫直接就写上了，叫我小舅子，那小舅子说我没答应你啊，我还在国内呢，我到时候还得飞过来帮你，就是说你得沟通好。所以说你找公证师来讲的话，有这点比较好，他都会提醒你很多你没想到的事情。对，如果你自己写的话，你就想什么写什么了。对，你可能对他你就没有一个建议了嘛。对，所以呢，遇到这种事儿呢，还是要请专业人士来做。专业人士他想的也比你都周到，对吧？做的也比你周全，对，所以他这样来讲的话，就是所以我建议在魁省生活的人呢，基本上平安书不要忽略。我就说保险和平安书，为什么我说这2块？虽然我自己不做平安书啊，你说哎，你找 Robert， 我说我写不了平安书，你得找公证师去做，但是往往和我的保险规划是连在一块的，所以我们和公证师之间有时候也经常有联系，所以你要我推荐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推荐，我可以推荐你去找谁，但是由他来帮你做，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来做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点就是在其他省，平安书也很重要，但是重要性比不过魁省，魁省是非常重要。